你的持仓可能正把成本压力当成新利好。扎克伯格一边说 Meta 仍需要大量算力，一边又认为当外部支付意愿够高时，某些交易可能有意义。Meta 给出的2026年资本开支指引是1250亿至1450亿美元，外部收入却还没有落地。为什么设备更忙不等于股东更赚？先分清 Meta 可能卖的3种生意，答案才会露出来。先把最容易误判的地方说清楚。Meta 探索对外提供 AI 能力，不等于缺钱甩卖设备。更准确的理解是，当稀缺算力的外部报价足够高，内部使用价值和潜在收入回报就会被放到同一张桌上比较。同一单位算力留在 Meta 内部，可以服务广告排序、内容推荐和生成式 AI 产品。如果未来拿去对外服务，则可能形成更直接的收入。扎克伯格眼前更现实的任务，不是挑战 AWS， 而是让越来越重的 AI 基础设施拥有不止一种回报路径。但先别急着问他能赚多少，连 Meta 准备卖什么都没分清，利润判断一定会跑偏。这里其实是3种完全不同的生意。第一层是未来潜在的消费者订阅路径，如果未来推出相关订阅，用户可能为更多 AI 使用额度、更强功能或更稳定体验付费，他卖的会是产品内使用权，更接近软件订阅，不等于出售底层云基础设施。第二层是模型 API， 本次资料能够确认的是 Meta 宣布通过 API 向部分合作伙伴提供 MuseSpark 的私有预览，关键词是部分合作伙伴和私有预览。这说明 Meta 在测试模型能力的外部交付，但不能据此说成熟的按量服务已经全面商用，更不能把尚未披露的收入规模补进故事里。第3层才更接近市场想象中的 Meta 云。媒体报道和外部分析讨论的方向包括托管第三方模型、提供推理服务，以及在特定情况下出租算力。这些方向尚未确认公开商用。如果未来进入这一层，潜在客户关心的就不只是一次模型调用，还会包括容量、延迟、价格、服务承诺和故障响应。3层生意可以互相连接，却不能混成一个概念。未来的消费者订阅若推出，会验证用户是否愿意付费。模型 API 私有预览测试开发者接入，企业级基础设施服务若落地，才会验证整套能力能不能长期、稳定、可重复的交付。所以Meta 现在更像是在探索一条阶梯，而不是已经建成一座完整云平台。一个 API 私有预览不能自动跨过产品、工具、销售支持、合规和客户信任这些门槛。3层拆开后，一个更扎心的问题来了，为什么 Meta 偏偏在资本开支冲到这个量级时开始谈这条新出口？ Meta 给出的2026年资本开支指引是1250亿至1450亿美元，一季度披露口径下的资本开支为198.4亿美元，其中包含融资租赁本金支付。公司披露，这些投入用于支持 AI 和核心业务，指引上调也涉及组件价格以及未来容量所需的数据中心成本。这组数字真正需要注意的不只是当期现金流压力，相关投入形成资产后，要等数据中心芯片和设备投产使用，折旧才会在未来期间逐期进入利润表。电力、网络和运维成本则会随着运营持续发生。钱付出去不是考验的结束，而是考验的开始。这些资产未来由谁使用，使用率有多高，每一单位算力创造多少收入，收入能否覆盖折旧与运营成本，才决定它最终更像高回报资产还是沉重负担。这才轮到保险出口。如果建设速度一度快于内部产品的消化速度，某些对外交易可能提高资产利用率，让同一套基础设施承载更多付费工作。可散户最容易在这里把设备更忙听成股东更赚。这扇出口要成为安全垫，还得满足2个条件。第一，资源真的能够调配，数据中心不是按一下按钮就能在内部自用和企业云服务之间无成本切换。硬件型号、网络架构、软件站以及未来可能签订的客户合同和服务承诺都可能限制调度。第二，如果未来对外服务，外部价格必须覆盖新增电力、网络、运维、客户支持和相关折旧。利用率提高不等于利润一定提高。重资产生意里有收入和有合格利润是2回事儿。扎克伯格面对的本质是一道动态分配题，算力留给广告和推荐系统，回报可能体现在广告效率、用户体验和产品竞争力里。
如果未来交给外部，潜在收入会更直接，但也会增加服务责任，并可能在内部需求突然上升时造成冲突。如果外部买方未来愿意给出足够高的报价，完全拒绝交易可能错过短期机会。如果对外承诺过多，又可能拖慢自身 AI 产品。真正有价值的不是卖或不卖的标签，而是管理层能不能持续比较不同用途的回报，并让股东看清这种资源分配。到这里似乎都在说难。那 Meta 手里到底有没有牌？有，但每张牌都只能证明可能，不能证明已经兑现。首先，它已经建设大规模数据中心，长期运行广告和推荐工作负载，也在承载生成式 AI 工作负载。它不是从零开始理解大规模计算。其次，内部业务本身能够消化大量算力，即使外部探索不及预期，基础设施仍有内部用途。与未来完全依赖外部客户的模式相比，这可能提供缓冲。最后 ，Meta 正在开发马蒂亚自研芯片，也采用多供应商策略。这些安排可能降低部分推理成本，并减少对单一路线的依赖。如果内部优化真正转化为更低单位成本，才可能形成对外服务的价格空间。问题就藏在这些可能里。有数据中心不等于已经具备企业云能力，有内部负载不等于资源可以随时外售，有自研芯片也不等于毛利优势已经得到验证。硬件、软件、网络、调度和服务，只要一环没跟上，纸面优势就无法变成可重复收入，模型分发也可能成为入口。如果 Meta 未来采用较低的 API 价格，可能吸引开发者并扩大模型使用范围，但也可能压缩毛利。在未来披露公开价格、可核验客户、持续用量和成本数据之前，无法判断这条路径是在建立生态，还是在增加昂贵调用。优势讲完，才轮到真正影响账户的估值问题。市场该为这条尚未验证的业务付多少钱？市场最终在意的不是 Meta 偶尔卖出多少算力，而是这条业务会不会改变市场理解 Meta 的方式。只有未来出现外部客户持续付费，收入能够重复，毛利足以覆盖折旧与运维，并且服务能够稳定扩展，市场才可能把 Meta 的一部分看成基础设施业务，少一个条件，故事都可能停在半路。未来即使有客户，没有利润也只是昂贵增长；即使有利润，没有稳定容量也难以扩张；即使有容量，没有工具和服务，潜在企业客户也未必愿意迁移。真正的难度不在设备数量，而在这些环节能不能连成一条证据链。反过来，如果外部支付意愿只是在供需紧张阶段暂时偏高，随后随市场供给变化而消失，它就很难支持新的估值叙事。未来客户即使出现也可能离开，数据中心折旧、电力和维护成本却不会暂停。如果你已经准备把这张云期权算进估值，先过5道风险，任何一道没过都可能让利好变成新的成本压力。内部需求可能挤压外部服务。如果 Meta 的广告模型、推荐系统或生成式 AI 产品需要更多算力，公司可能没有持续富余容量，未来的企业客户要购买的不会是有空时给你用，而会是可预测的容量、清楚的价格和持续的服务。如果内部优先级与外部承诺划不清边界，对外业务就很难建立长期信任。云服务不只是把 GPU 接上网络，如果相关服务未来商用，开发者会需要文档、工具、监控、计费和技术支持，潜在企业客户还会关心安全、合规、迁移和故障响应。Meta 在消费者产品和广告系统上的经验很深，但企业服务是一种不同的组织能力，需要未来真实客户和时间验证。完整成本可能吞掉收入，资本回报未必改善。如果未来提供外部服务，需要考虑的成本不只包括电力、网络和运维，还可能包括新增容量带来的折旧及融资成本，以及销售技术支持。合规和故障保障成本，即使收入增长，只要定价无法覆盖这些成本并留下足够回报，规模扩大也未必提高资本回报率。低价可能买来客户，却未必有能力把价格恢复回来。如果未来用低价吸引开发者，早期调用量可能带有获客补贴性质。真正要验证的不只是客户会不会来，而是补贴减少或价格上调后，客户是否仍愿意持续使用。若只能依赖长期低价维持调用，热闹的增长就很难证明定价权。媒体叙事可能跑在证据前面，正在探索，很容易被写成即将成为新的云巨头。但探索和兑现之间还隔着未来客户、价格、服务、成本与时间。
一个私有预览、一次测试或一句采访都不能替代财报中的持续验证。风险听起来很多，但投资者不需要每天猜。真正能把故事和生意分开的是3组可以持续核对的信号。第一组，看外部 AI 收入是否得到清晰披露。如果相关收入未来被单独披露，投资者才有机会判断增速持续性和潜在客户质量。单独披露不代表成功，但长期只有战略描述，没有可核对数字，就不应该提前把它纳入核心估值。第二组，看资本开支，折旧与业务回报是否匹配。资本开支增长本身不是结论，更重要的是相关资产投产后广告效率、内部 AI 带来的业务回报，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模型 API 和外部服务收入能否共同消化折旧与运营成本。数据中心建设和收入释放存在时间差，要看持续趋势，不能只截取一个季度下判断。第三组，看开发者和企业服务是否真正落地，未来有没有稳定公开的价格，有没有可核验的客户案例，有没有清晰的服务等级，第三方模型托管范围是否明确，这些细节比云业务3个字更有信息量。未来如果出现客户案例，才能说明谁在付费，为什么付费，是否持续付费。如果出现明确服务等级，才能判断客户敢不敢把关键工作负载交出去。托管范围则能帮助区分 Meta 卖的是自有模型调用，还是更完整的推理与基础设施平台。还要看未来客户和合同是否集中，少数短期项目也可能制造亮眼收入，但可预测性有限。只有客户更分散，使用周期更长，服务更稳定，这条收入曲线才更接近能够长期评估的基础设施业务。3组信号盯住以后，结论就不复杂了。现在可以给 Meta 的云故事保留可能性，但不能提前把可能性当利润。我更愿意把它看成一张看涨期权，而不是已经兑现的利润。等到外部收入、客户质量、单位经济性和服务能力得到持续验证，再纳入核心估值框架更稳妥。Meta 仍需要大量算力，未来这条路走通，巨额 AI 投资会多一扇保险出口，走不通就只是给旧压力换了一个新名字。你更倾向于把这次探索看成有效出口，还是资本开支压力下的新叙事？请把你的想法打在评论区。这是一套验证框架，不替代个人风险判断，市场可以交易可能性，长期价值仍要有可持续现金流证明。